你是不是感觉这世界有时候特别烧脑？很多事情看不明白，想不通，对吧？今天我们就来聊点不一样的，聊聊这世间运行的底层逻辑。别看外面花花绿绿，变化万千，其实万变不离其宗，就3样东西你得吃透：洞穿人性，看透万象，掌握规律。为什么是这3样？很简单，世上只有2样东西是不变的，一个是底层的规律，也就是我们说的道，另一个就是人性，大家伙都追求趋利避害嘛。而其他一切都是这些底层规律和人性的各种组合和表象。我们平时总在琢磨怎么出人头地，怎么赚钱，怎么搞好人际关系，说白了，这些都跟这3样东西脱不开干系。赚钱靠的是你懂规律，熟人性，而赚钱之外的那些事儿，你得先看破表象，然后才能运用规律和人性去达到目的。所以说，规律是天道，人性是人道，而你身处的环境和文化属性的就是地道。这3者合起来，那就是天机，天机不可泄露啊！掌握规律，怎么才能掌握规律？这玩意儿靠的是你的逻辑思维和推导能力。规律是什么？规律就是趋势，它偏向理性，就像一套精密的算法。比如说做生意，你得知道市场的大趋势是什么，消费者偏好在往哪儿变，这些都是规律。你不能逆着大趋势走，那样肯定会碰壁。只有顺应规律，才能事半功倍。洞穿人性，那么人性这东西又怎么掌握呢？这需要的是你的感知能力和共情能力。人性就是人心，它更偏向感性，这才是真正的心法。想想看，你跟人打交道，光靠能力强是远远不够的。你得懂得揣摩对方的心思，知道他们想要什么，害怕什么，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得漂亮。比如说，你想和别人合作，如果你只顾自己，不考虑对方的利益，那这合作肯定长久不了。但如果你能站在对方角度考虑，给对方留下空间，那合作成功的几率就大得多。看透万象。至于看透万象，这可就厉害了。很多人说得去研究《金刚经》，领悟佛陀的智慧，才能用开悟之眼去看透这世间的人心浮沉，看清利益是怎么演化出万千表象的结构，这样才能抓住问题的核心，看到最底层的逻辑，才能破而后立。你看，人性和规律这2条脉络，就像 DNA 的双螺旋结构一样，互相支持，密不可分。人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打破自己认知的牢笼。道家管这叫得道，佛家叫开悟。一旦你有了这个能力，世事人心在你面前就像包养笋一样，一切表象都成了梦幻泡影，你看到的世界会比以前真实的多。人性的18个潜规则，我们具体来聊聊人性，这可是门大学问。1，别看表面风光，背后多是玩偶。那些台面上光鲜亮丽的人，很多时候只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。真正的大佬永远藏在幕后。2，大众永远同情弱者，嫉妒强者。你弱势的时候，哪怕道理不在你这边，大家也会同情你。可你一旦强大起来，再有理，不懂得示弱，就容易成为众矢之的。3，成功者更需谨言慎行，弱者可大胆生长。很多人把这个搞反了，年轻时畏手畏脚，一事无成，成功后却胆大妄为，最后栽跟头。4，世事无绝对，善恶在循环。现实中很多事不是非黑即白，很多人不是非善即恶，对的极致可能就是错，黑的极致可能就是白。这世界一直在循环转化，没有绝对。5，真正厉害的人能上下兼容和左右调和，他们能跟各种层次的人打成一片，也能在对错之间找到最合适的平衡点，不分高低对错，随心所欲，这就是大象无形。6，你想独占一切，就会失去一切，你功成身退，反而什么都是你的。
这有点像我们老祖宗说的反者道之动。七越聪明的人越要下笨功夫，只有笨的人才需要走捷径，聪明人也走捷径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八越有才华的人越要深入群众，不能傲慢。有才华但脱离大众，容易穷困潦倒，孤独终老。九智商和财富不匹配，社会有100种方法收割你，直到你的财富和智商达到平衡为止。10最怕的不是对手强，而是遭人嫉妒。千万别在别人失意的时候炫耀你的得意。记住，64卦里只有谦卦没有灾祸，学会示弱，远离是非。11做事一定要高调，吸引资源。大家只愿意跟强者合作，你越弱，别人越远离你；你越强，别人越愿意把资源给你。所以该高调的时候就得高调。12你强对方很多，对方会羡慕；你强对方一点点，对方就嫉妒。离你远的人羡慕你，离你近的人嫉妒你。远交近攻这个策略对个人也适用。13社会要给底层人留上升通道。像高考、创业这些，既保证了社会的活力，也给大家提供了奋斗的动力。我们这儿就是一个不断洗牌的社会，别指望能一直安逸下去，那很可能是走下坡路的开始。14富不过3代，穷不过3代。每个人都有机会致富，也有机会体验贫穷，只是所处的阶段不一样，命运是绝对公平的。15我们的管理更靠人而非制度。人的灵活性很大，灰色收入很难完全杜绝。所以企业要给关键岗位的员工一些活动空间，只要不过分，大家就能相安无事。16别被仁义道德迷惑，要用利益分析法看透人心。表面客客气气，内里都有利益驱动。遇到事儿，快速分析成不同利益方，用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去推导他们的行为，别被嘴上的漂亮话蒙蔽了。17凡是开始让你爽的，最后都会让你痛苦；凡是开始让你痛苦的，最后都会让你快乐。美女、美食、甜言蜜语，极致的快乐之后往往伴随着空虚。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，忍受了开始的痛苦，后面会越来越顺畅。18所有强大的都在变弱，所有弱小的都在变强。成功经验可能会成为下一次成功的阻碍，失败却可能是你成功的垫脚石。物极必反，盛极而衰，这是宇宙的平衡法则，规律的15个硬道理。再来说说规律，这可比人性更底层，更硬核。一切以人为本，所有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。你事情做得再成功，不懂得做人的道理，照样会一败涂地。做事成功10次，也掩盖不了1次做人失败。能把事搞定，还能把人搞定，自己还不被人搞，这才叫真本事。2最厉害的本领是舍小取大，懂得牺牲小利益来换取大价值，这是做人的大道，远比那些做事的技巧高明得多。3组织大部分智慧都用在内耗上。很多老板累啊，除了开拓市场，还得花大量精力去管理人，因为制度根本框不住人，最后只能事必躬亲。4为什么大多数人活得那么累？因为太聪明，太会算计。为了往上爬，不讲规则，没有底线，爬上去再洗白。所以啊，几乎人人都有原罪，没人是绝对安全的。5底层对爬上去的人不服气，总想拉下神探。大家在攀爬的时候互相踩踏，所以下面的人总想把上面的人拉下来。越好的东西，越能藏住坏的东西。人的聪明智慧里也藏着丑陋和自私，这也是一种平衡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
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6. 我们崇拜英雄，而不是神仙。传说里那些神仙、妖魔很多都是人变的，人很容易被封神，也很容易被妖魔化。你被捧上神坛，做什么都对，一旦走下神坛，做什么都错，所有人都来踩你，务必小心。7. 社会会筛选出最愚蠢、最慵懒的人打入底层，也会用各种高明的方式把那些钻空子、逍遥法外的坏人揪出来，让他们无处遁形。8. 喝牛奶的永远比不过送牛奶的，送牛奶的永远比不过卖牛奶的。天天喝牛奶的人，身体永远比不过天天送牛奶的工人，但天天送牛奶的工人收入永远比不过天天在家喝奶的客户。这就是真正的公平。9. 攻击对手最狠的方式，给他扣帽子。避开就事论事，直接从人品上全盘否定，这样他所有言行都失去公信力，根本没法还手。这招数被很多人掌握，要非常小心。10. 以人为本的社会更信任靠谱的人。同样的事，不同的人干，结果完全不同。我们宁可信任熟人，也不信任靠谱的事。既然以人为中心，那拉帮结派、门派斗争就无法避免。11. 组织做大后，派系斗争是宿命。高层靠路线，中层靠站队，基层靠喊口号。到最后，公司核心不再是做业绩，而是互相斗智斗勇。12. 组织遇到瓶颈，重组是最好的办法。借机清除那些没贡献但有特权的人，扶持那些有贡献的上位，形成更与时俱进的发展模式。13. 江湖规矩比法律更重要。很多问题都是通过江湖规矩解决的，江湖规矩的本质是各大利益集团的不断平衡。14. 所有问题到最后都是人的问题，是品格、修养、格局的问题。我们的传统文化强调修身养性，社会变迁始终围绕治人这个核心。搞定人就搞定了一切，人对了，一切都对了。15. 创业有3个阶段：建模式、建组织、赋能。初级靠老板资源能力，中级靠用人和管人，高级是把能量赋予群众和用户。总有只无形的手在维护社会公平，我们这儿是一个真正公平的社会。万象，透过假象看本质。最后，我们聊聊万象。这世界啊，纷繁复杂。你看《孙子兵法》里说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，《道德经》也说服务云云，各复归其根。表面看波澜壮阔，拨开云雾，拆解结构，最后浮出来的基本都是利益。认知的3个层次，空城计的深意。我们用空城计来举个例子，你就能明白认知的3个层次。第一层，诸葛亮明知道城是空的，却能装作淡定。第二层，司马懿明知道诸葛亮玩的是空城计，却故意不抓他。第三层，诸葛亮明知道司马懿识破了他的空城计，他还能继续淡定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司马懿知道一个道理，自己和诸葛亮是捆绑在一起的。更关键的是，诸葛亮也知道司马懿明白这个道理。双方的较量早就不是在战场上了，而是在千里之外的朝堂，这才是最高境界的默契。做事的3个境界，平衡的艺术。所以做事也有3个境界。第一层，我们知道对方在说谎。第二层，对方也知道我们知道他在说谎。第三层，我们也知道对方知道我们知道他在说谎，但我们依然允许对方光明正大的撒谎。这就是做事的最高境界，平衡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明知道自己在说套话，对方也在说套话，大家心知肚明，却还能一本正经地说着客套话。这就是一套既定的社会秩序，而且维持了几千年，能够长久不衰，肯定有它的道理。
显性秩序与隐性秩序，世界的两套运行逻辑。可能有人会问，大家都在互相说假话、套话，真的合理吗？这就要说到这个世界的两套秩序了，一套是显性秩序，一套是隐性秩序。显性秩序是给普罗大众看的，教你安安稳稳过好这一生，让你别多想。你在课堂上、短视频里、大众书籍里看到的，基本都是这种心灵鸡汤，安抚你用的。而隐性秩序呢，是少数人独享的，它传内不传外，这些人悄悄操控着世界的运转。像什么帝王术、绝学、天机、真相，这些东西是永远不可能在大众中流传的。为什么我们都在喝鸡汤，却看不到真相？因为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真相从古至今都是少数人才能掌握的。一个人成熟的标志，就是能看清这两套秩序的关系。显性秩序浮在表面，围绕道德展开，大家只说不做，停留在口号和嘴里。你要是完全按照这套秩序行事，必定会一事无成，甚至被大家嘲笑。隐性秩序潜在水下，围绕利益展开，大家只做不说，只应用于实际行动。所谓透过表象看本质，指的就是要穿过显性秩序去窥见隐性秩序。你看到的公平正义都是表象，社会的本质其实是弱肉强食，看破不说破的智慧。所以看破不说破指的就是隐性秩序只可被默默使用，但千万不能说出来，一说就会惹祸上身。很多真话是不能说的，你只要说出来，马上就有灾难，因为你破坏了整个社会的运转秩序。佛家说不可说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要想推导事情进展，或者看透一个人，不能用显性秩序，必须要用隐性秩序。由于隐性秩序的维系都是靠利益，所以这套方法也叫利益分析法。记住，每遇见一件事，要迅速切割成不同的利益方，用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推导每个人的行为，千万不要被他们满口的仁义道德所迷惑。决定一个人前途命运的，表面上看是能力和机遇，其实是看他跟谁形成了利益共同体，看他代表了谁的利益。那些台面上风光的人物，基本上都是利益团体的玩偶。假象与希望，世界的本质。弄懂了这个道理，很多以前想不通的事儿就瞬间明白了。那些嘴上说的全是仁义道德，张口就是利他的人，内心盘算的往往是利益。因为一个人越缺少什么，就越会展示什么。那些说话很好听的人，内心盘算也往往更深。千万别轻易相信嘴里的话，你只能看一个人的实际行动。我们常说一个人嘴里一套，心里一套，很虚伪。但这种人往往在社会上混得开。为什么做实事的人往往吃亏？因为他们做事遵循了显性秩序，而这套秩序是只能说不能做的。为什么说实话的人往往碰壁？因为他们把隐性秩序说了出来，而这套秩序是只能做不能说的。正是有了这两套秩序，很多东西我们明明知道是假的，但照样可以视而不见，把它假戏真做。世界的本质就是构建出的各种假象，小到生活中的财务造假、刷单造假、直播数据造假，大到商业的本质就是假象。看看我们身边，各种公司花钱影响我们，从广告、包装到促销，用各种方式渲染，影响你和家人消费，从中牟利。资本的本质也是假象。索罗斯就说，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。要获得财富，做法就是在进入之前先认清其假象，投入其中，然后在假象被大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。这恰恰也是这个社会最了不起的地方，它通过一系列表象迷惑我们，考验我们的深度思考能力。凡是能同时看到这两套秩序的人，都能走向成功。相反，如果一个人眼里只能看到第一套秩序，假象，就会因为被蒙蔽而被社会淘汰，甚至被人不断收割。世界上99%的人都活在假象里，
他们总是被洗脑和收割，只有1%的人才能看清真相，他们才是世界的操控者。真到假处真亦假，假到真处假亦真。《金刚经》里强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意思就是当我们不执着于表象的时候，才能看到真实的世界，这也叫不着相，不住相。孙子兵法说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。你看到的是虚的，往往是实的；你看到的是实的，往往是虚的。《金刚经》还说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意思是一切表象都是我们内心深处的虚设，如果你能看到各种表象背后的本质，你就彻悟了。这就叫借假修真，借着假合的表象来求得真我，修成正果，这是人类最顶级的智慧。最终的智慧，看透真相，仍守初心。其实啊，人不是活在真相里，而是活在希望里。人一旦没了希望，才是真正的绝望，而假象的背后正是各种希望。所以啊，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看透世界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。那些能够带领大家看到希望的人，就是这个世界真正的英雄。最后还是想提醒大家一句，人生最难得的不是你经历风雨后看透了真相，人生最难得的是当你看透真相后还能守住那颗初心。忘掉真相，回归初心，你就彻悟了。愿你跨越千山，归来仍是少年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